大家好，我是许剑桥。在医学美容盛行的今日，常会听到有人改头换面了。而1910年的台湾，则出现一波男性改头换肤的风潮。所谓改头，指的是发型改变。但请大家想一想哦，在这个时间点，为什么发型变了，衣服也要跟着改变呢？头发和服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性？本期课程我们将从头说起，带大家一起来领略洋服在台湾出现后引发的潮流现象。2015年，有一则男性员警因为蓄长发而遭到免职的新闻，引起性别平权的广泛讨论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回到清领时期的台湾，当时的男性无一不是长发。像照片里揽镜对照的是台湾首位医学博士、高雄医学院的创办人杜聪明先生。这是他1909年考进总督府医学校时拍摄的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留着长发、绑辫子，并且身穿长袍台湾服。而这样子的造型是日本统治者急于改革的，可是又无法立即破除，因为台湾男子的留长发和女子的缠小脚已有数百年的风俗习惯，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审美观和民族气节的象征。日本政府一直到1915年统治台湾20个年头之后呢，才正式的运用保甲制度，从地方开始全面的来推动。根据1915年8月5日的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道，数月间全台各地断发者达133万人，保留变发者仅剩8万人。这种放逐断发在日本人眼中具有双重作用，一是现代化，另一是将台湾人同化。在这波断发风潮之下，台湾男性也随之改换洋服，以此作为文明进步的表征。像报纸上就报道过，因为对洋服的需求剧增，导致洋服店扩张业务，或者特聘裁缝，以及洋服销售一空的热卖盛况。那么，在改头换服的大变身之后，会是什么模样呢？杜聪明在医学校2年级时，毅然地剪去了相伴多年的发辫。他的回忆录中提到，最初不习惯，有异样感觉矣。这张照片是1915年杜聪明即将前往京都留学，那时候的他已是短发，并且脱去台湾服，换上西式的服装、皮鞋，手上还拿着西洋帽。但坐在一旁的杜聪明的母亲仍旧是传统台湾服的打扮。这张是大甲街长李进兴于大正6年，也就是1917年拍的家族合照。照片中的3位男性都穿的是一整套的西式服装，坐在左前方的孩童则是日式的服装，头戴日式的学生帽，脚穿皮鞋。右前方妇女所抱的孩童穿的是中式服装，头戴画家帽。至于女性啊，人都穿着台湾服，可见台湾的改装风潮，男性早于女性。男性的服装则是随着发型改变而随即开始的。到了1920、30年代，台湾男性洋服的普及率持续的增高。
在这一张1923年全男子的告别单身纪念照中，我们看到这群哥们都穿着3件式的西装，每个人都戴上领结或者领带，穿皮鞋，其中5个人的头戴着圆顶帽，可以说是相当的时尚。这群男生是台中商业学校的毕业生，也许是因为受过西式教育，而更容易全面的来接受西服。台湾男性自1910年代穿起洋服，台湾女性的洋服风潮要到1930年代才开始。20年代，多数的台湾女性的衣着仍是以台湾服为主，但也有少数呢对流行时尚很敏锐，并且她的经济能够负担，并且勇于尝试的上层阶级的女性，已经先亲身实践了。例如日治时期台中清水的蔡莲坊，她的财力雄厚，纵横政商2界，曾获颁6等勋章，是地方的名望之士。她的4太太廖桂，很早就穿起洋服。根据曾在蔡家工作的黄望成先生的日记中，在1924年4月14日，他的日记里便记载了：四乃以洋装往乐舞台观剧，当场又要献出一怪现香烟。到了1930年代，台湾女性服饰开始全面洋化，洋服风潮跨越阶层，不再局限于上层家庭，一般中层家庭中的女性也纷纷的穿起洋装。例如台湾摄影先驱邓南光镜头下捕捉到的1938年的台北街头，就会看见一位年轻女孩穿着短袖连身的洋装走过，她的腰间系有腰带，并且穿着平底皮鞋。又或者这一张1937年台中张家女性的合照，里头9位成年女性和1位女童都穿着1件式的洋装，右方的4位还加上一件深色的长大衣，款式呢多属于大半领，腰带则位于胸下高腰的位置。她们的发型多是短发，而且好几位都拿着小型的手拿包，可见得那是当时流行的配件。在现今的时尚界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所谓的混搭的服装造型设计，把相异的不同质地的元素并置交融，创造出另一种新的风情来。这样子的混搭风潮，在1920年代的台湾也同样的流行，可以看见台湾服融入西洋服装或者配件的混搭现象。像这幅1920年嘉义叶方金先生的全家福，男主人穿着对襟式的台湾服，但顶着西式帽子，被抱着的小朋友也穿着对襟式的台湾服，脚上则是光亮的西式皮鞋。左前蹲着的女童穿大金衫，但也穿皮鞋，头上还顶着洋式帽子，显见成人和儿童的服装都有台湾风和西洋风交混的特质。除了男性，当时女性的穿着也充满多元杂糅的现象。1926年，台湾日日新报有一张漫步在街头的少女照片，少女的上衣是宽袖的台湾服，下身是台湾裙，手上拿着阳伞，脚下踩着的是西式皮鞋。这张是鹿港蔡松月妻子的照片，给各位10秒钟的时间，请大家观察这个造型当中有哪些的混搭元素呢？
好，时间到。当时台湾女性的混搭大多是台湾服加上西洋皮鞋。这位蔡松月的妻子则不仅止于此，她的内里穿的是西式衬衫，外头穿的是大宽袖的台湾服，下半身则是台湾裙和洋式皮鞋。你们再细看，她身上的台湾服以及裙子的边缘是洋式的镂空花边，所以她不只是同时穿着了台湾服和西服，并且还用西洋风来装点改良了台湾服，可以说是混搭的极致表现。本期课程我们了解了因为日本政府推动断发政策，在这股风潮下，台湾男性随之在1910年代开始改换洋服，以此作为追求文明进步的表现。至于台湾女性的洋服风潮呢，要到1930年代才开始。过程中，无论是男性或女性，都可以看见台湾服和西洋服装配件混搭的现象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台湾与外相遇、接触，同时进行本土化的文化经验。我是许剑桥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在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再会。